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，我推开窗户，迎面而来的是乡村特有的清新空气，小村庄依山而建，绿树成荫，鸟语花香，一派祥和宁静的景象。我深吸了一口气，心想，这就是我梦寐以求的美好生活。我叫李文，今年25岁，是一名普通的乡村女孩。从小就被父母教导要勤劳节俭、谦逊有礼。性格上，我比较内向腼腆，不太爱说话，但心地很好，待人真诚。家里的经济条件一般，父亲在建筑工地打工，母亲在家种地、养鸡。我是家中独生女，面对如此明显的差别对待，我感到无助和愤怒。为什么婆婆对我们姐妹如此不公平？这让我开始怀疑自己是否真的应该嫁入这个家庭。文文啊，你要嫁到我们家来，必须按照我们老祖宗的规矩办事。婆婆严肃地说，你必须按照咱们村的风俗，给我们1分重金作为彩礼，否则我是断然不会同意你嫁进门的。我心里一惊，赶紧问婆婆，究竟要多少彩礼呢？咱们村的规矩你总该知道吧？起码得有20万现金，再加上价值10万元的嫁妆，总计30万起步，少1分都不行。婆婆斩拆截铁地说。我目瞪口呆，哪有这样的规矩？我家哪里来这么多钱？婆婆怎么会这样无理取闹？我急得满头大汗，眼泪都快掉下来了。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，就在2年前，我大姐姐出嫁的时候，可谓是盛况空前。婆婆不仅没有要求姐姐带彩礼，反而自掏腰包给了姐夫38万元的彩礼，还包办了一场高达20多万元的豪华婚礼。当时的婚礼场面着实壮观，新郎新娘从家里开着加长林肯豪华轿车出发，鲜花绵延数里，伴娘伴郎们个个打扮得光鲜亮丽，宾客们也是衣着考究。教堂里摆满了鲜花和彩球，礼炮声一路响到了教堂。姐姐身穿雪白的抹胸长裙，头戴钻石皇冠，分外耀眼夺目，而姐夫也是一身得体的黑色礼服，英俊潇洒。所有的一切无不彰显着姐姐新娘的尊贵和幸福，而我却要为了一点可怜的彩礼而在这里忍气吞声。我觉得自己简直比一个仆人还不如。种种困扰萦绕在我心头，我几夜无法入睡。我开始痛恨起婆婆的偏心来，也渐渐对张志豪产生了怨气。正当我愁云惨淡之际，张志豪却站了出来，力挺和支持我。婆婆对我的苛刻要求并未就此打住，随着婚期的临近，她变本加厉，对我的嫁妆要求也是挑剔无比。文文，你要嫁到我家来，必须按照我们的规矩准备嫁妆。婆婆翻看着我准备的嫁妆清单，脸上尽是不满。这些东西也太寒酸了吧，就这些还想嫁到我儿子身边？我低头看着清单上的物品，一张双人床，一个大衣柜，一些日常生活用品，再加上我精心准备的几件手工刺绣作品，这些就是我全部的嫁妆了。婆婆，这已经是我们家现有的全部家当了，再多实在拿不出来。我轻声解释。什么？就这些吗？婆婆似乎被我的话惹怒了，脸色一下子变得铁青。你姐姐出嫁时可是带了价值20多万的嫁妆，里面有名贵的翡翠珠宝，上等的红木家具，纯手工刺绣的大红盖头，统统是最上等的东西。你呢？就这点东西也想嫁到我家？婆婆的偏心已经到了极致，我几乎要被她的无理要求逼疯了。
眼泪在眼眶里直打转。我是那样的无助。正当我陷入绝望之际，张志豪却来到了我身边。他看到我泪眼婆娑的样子，脸上写满了心疼和愤怒。婆婆，你怎么可以这样苛刻地对待文文？她已经拿出了全部家当作为嫁妆，你却还觉得不够，这是何理由？张志豪冲着婆婆大声质问：你还不懂事吗？我们祖上的规矩就是这样，新媳妇必须带足够的嫁妆和彩礼，这是对我们的尊重。你姐姐当年做得很好，可文文就是个穷丫头，怎么配得上你？婆婆毫不客气地训斥着张志豪。那您为什么对待姐姐和文文如此不同？这么明显的双重标准，实在是太不公平了。张志豪愤怒地反驳：有什么不公平？你姐姐嫁的是有钱人家，当然该受到重视，可文文嫁的只是我们这种穷家庭，怎么能与你姐姐相提并论？你还是老老实实听我的话吧。听到这番话，我再也无法忍受婆婆的偏见和歧视，泪水终于夺眶而出。我扭头就跑，狼狈地逃离了这个让我伤心的地方。张志豪见状，赶忙追了上来，将我拥入怀中。文文，别哭了，我们不会就这么受婆婆的气的，我们一定要为自己证明。张志豪安慰着我，话语坚定有力。原来张志豪是一个很有主见的人，他的父亲早逝，家中只有他和母亲相依为命，从小就很独立，勤劳好学，凭着自己的努力考入了重点大学。毕业后在城里找到了一份不错的工作。张志豪很敬重我的为人，深深爱着我的单纯善良。他觉得婆婆对我们姐妹的差别待遇根源于她根深蒂固的旧思想，重男轻女，对有钱人家趋之若鹜，对穷人则穷酸无礼。这种思想在当下已经完全过时了。文文，你不用太在意婆婆的话，她的想法很老套，而我们应该有自己的主见。张志豪坚定地说，只要你愿意嫁给我，无论婆婆说什么，我都会支持你，维护你的尊严的。我被张志豪的话深深打动了，眼泪又一次夺眶而出。不过这一次是幸福的眼泪，有张志豪这样支持我的人在身边，我似乎就有了无穷的勇气和力量。于是，在张志豪的支持和鼓励下，我彻底放开了心中的担忧和愤怒，勇敢地向婆婆提出了自己的主张。就在婚礼的前1个星期，家中气氛剑拔弩张。婆婆见我和张志豪毫不退缩，态度越发强硬，对我的嫁妆和彩礼要求简直无理取闹到了极点。文文，这就是你全部的嫁妆了，太寒酸了，我可不允许你就这么嫁过来。婆婆气冲冲地说，婆婆，这已经是我们全部的家当了，真的拿不出更多的东西了。我无助地解释，那还嫁什么嫁？也不给点实在的彩礼，将来在我家怎么做人？婆婆怒目圆睁，婆婆，文文已经尽力了，您不应该这样为难她。张志豪生气地说，你小子给我闭嘴，我说了算，她要是不听话，就别想嫁到我家。婆婆吼道。我急得双手掩面，眼泪又一次夺眶而出。张志豪连忙上前拥抱着我，与婆婆理论不休。一时间，家中乱作一团。就在这样紧张的气氛下，我们的婚期渐渐临近。婆婆对于嫁妆和彩礼的要求仍然无理取闹，而我和张志豪也坚持自己的原则，双方僵持不下。终于，万众期待的婚礼来临了。我们按照乡村传统，在家中摆了几桌酒席，请来了亲朋好友作为见证。虽然场面没有我姐姐那样奢华辉煌，但我和张志豪都希望能够精简隆重，开开心心地步入婚姻殿堂。可是婆婆似乎并不这么想。酒席开始后不久，
他就开始了无理的纠缠。文文，你的嫁妆我已经看过了，太寒酸了，再不补足，我可不同意你嫁到我家。婆婆当着宾客的面破口大骂。婆婆，文文已经拿出全部家当了，您还有何不满？张志豪连忙解释，少跟我狡辩，你们姐妹我可是看在眼里的，怎么会如此不公？你姐姐出嫁时可是带了20多万的嫁妆，你呢？就这点东西也想嫁进门？婆婆的话像一记重锤，狠狠击打在我的心坎上。我终于再也无法忍受，泪水夺眶而出。够了，婆婆，我不是您口中的穷丫头，我是一个有尊严的人。您对我姐姐和我如此不公，我实在接受不了。我终于爆发出来，声嘶力竭地吼叫着：婆婆，我全力以赴准备了这场婚礼，就是希望能开开心心嫁入您家，可您为什么总是百般刁难我？您对我姐姐和我的差别待遇太明显了，这让我怎能不伤心？您是否根本就不想让我嫁进您家？我哭着质问婆婆，现场一时鸦雀无声，所有人都被我的举动震惊了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张志豪走上前来，一把将我拥入怀中，用力拥抱着我。文文，你太辛苦了，我都看在眼里。婆婆对你的刁难和歧视，我是100%站在你这一边的。张志豪坚定地说。婆婆，您对文文的做法太过分了，我是万万不能接受的。婆婆，既然您如此苛刻，那我们就不勉强进您的家了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张志豪突然开口说道：从今天开始，我们夫妻就净身出户，自力更生，与您的家彻底分开。您听清楚了，我和文文就此离开您的家，从头开始，她是我的妻子，我会好好待她，而不会让她在您手下受一点委屈。张志豪毫不犹豫地说：好啊好啊，就让你们离家出走，看你们将来吃什么呢？婆婆破口大骂。婆婆，我知道您一直是出于好意，但您的做法实在太过分了。您对文文和姐姐的区别对待太明显，这让人无法接受。我真心爱着文文，所以决定和她一起离开，过上自己的生活。张志豪诚恳地说：从今往后，我们与您彻底分家，请您也不要干涉我们的生活。说罢，张志豪拉着我的手就要离开，我激动得几乎说不出话来，只是用力地点了点头。有张志豪在身边，我似乎就无所畏惧了。就这样，我和张志豪在亲朋好友的注视下，头也不回地离开了婆婆的家，开始了全新的生活。经历了这一场风波，我的内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从一个温顺腼腆的乡村女孩，变成了一个勇敢坚强、有主见的女性。我终于不再是婆婆口中的穷丫头，而是一个独立自主、有尊严的人。张志豪的那番决绝的话语，无疑给了我莫大的勇气和力量。有他这样爱我、支持我、维护我的人在身边，我似乎就拥有了无穷的勇气和力量。就这样，我和张志豪开始了全新的生活。刚开始的日子着实不易。我们身无分文，一切都要从头开始。文文，我们现在一无所有了，以后的日子只能靠自己的双手去打拼了。张志豪坚定地说。不过没关系，只要我们同心协力，终会熬过这段艰难时期的。我点点头，内心对未来充满了期待和憧憬。是啊，虽然现在一无所有，但至少我们可以凭自己的双手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了。一开始，日子还是相当拮据的。我们租下一间只有20平方米的出租屋，家徒四壁。家里最贵重的东西就是一张双人床和一台旧电视机了。我们生活过得非常简朴，省吃俭用。
攒下的钱全都用来添置日用品和生意上的投资。慢慢的，我的手工刺绣作坊做起来了。张志豪在单位也小有起色，有了些许积蓄后，我们终于能够搬进一间稍大的出租屋，并购置了一些新家具。虽然生活依然拮据，但我们都感到心满意足。就这样，在我们艰苦的打拼下，事业终于渐渐有了起色。张志豪在单位凭着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努力工作，很快就获得了领导的赏识，屡次加薪晋升。而我的手工刺绣作坊也是生意红火，产品供不应求，有了可观的收入，我们的生活终于开始转好。我们搬进了一套80多平米的新房子，里面装修的雅致温馨，家里添置了不少新家电和家具，生活品质得到了极大的提升。这一切的一切，都是靠我们自己的双手打拼来的。我们从最初的一无所有，到现在的小有所成，这中间经历了太多太多的艰辛和汗水，但就是这份艰辛，让我们尝到了自力更生的甘甜滋味，体会到了用自己的双手开创美好生活的快乐和骄傲。我常常想，如果当初我们没有勇气离开婆婆的家，现在又会过着怎样的生活？是否依然在婆婆的气化下过着委屈的日子？我由衷的庆幸，张志豪当初做出了那个英勇的决定，让我们彻底摆脱了旧观念的束缚，过上了自己期盼已久的新生活。在事业渐有起色的同时，我和张志豪的感情也日渐甜蜜美满。从最初的相亲相爱，到为了爱情不惜一切代价，从艰难创业到事业小有成就，我们一路相伴，彼此扶持，感情越来越深。张志豪是一个很体贴的丈夫，他上班时，我在家操持手工作坊，他下班回家后就会主动分担家务，帮我料理家务。有时候我太累了，他就会自己下厨，给我一个惊喜。我们之间也常常有温馨的小浪漫，比如周末时，张志豪就会开车带我到郊外游玩，有时在公园里野餐，有时在湖边垂钓，有时就在树荫下闲聊，度过悠闲惬意的时光。就这样，在相濡以沫的日子里，我们的感情越来越融洽，彼此更加珍视对方。我们都觉得，就算从头再来一次，也绝不会后悔当初做出那个离家出走的决定了。不久，一个小生命来到了我们的家中，我们喜获了一个天使般的女儿。看着襁褓中的小生命，我的心中满是幸福。是啊，这就是我们用自己的双手一点一滴换来的美好生活。从此以后，我们就过上了安稳幸福的小日子。虽然生活依然不算富裕，但我们彼此有爱，过着自己梦寐以求的生活，心中也就无比踏实和满足了。就这样一路走来，我们历经了种种艰难困苦，也尝过了甜蜜幸福。这一路上伴随着我们的，就是我们自己的勇气和信念。正如张志豪当年所说的那样，只要你愿意嫁给我，无论婆婆说什么，我都会支持你，维护你的尊严。是的，有了这样一个理解、支持和维护我的人在身边，我才能够勇敢地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。现在回想起来，我由衷地庆幸当初做出了那个离家出走的决定。正是这个决定，让我们彻底摆脱了旧观念的桎梏，过上了自己期盼已久的新生活。也正因为有了这次磨难，我们才能真正成长起来。我从一个温顺腼腆的乡村女孩，变成了一个独立自强、勇敢坚韧的女性，而张志豪也成了一个负责任、有担当的好男人。我们用自己的双手创造了一个美好的家庭，
体会到了自力更生的快乐和骄傲。是啊，人生就是这样，充满了无限的坎坷和磨难。但只要怀揣着梦想，勇敢地去追求、去拼搏，就一定能够战胜重重阻碍，换来理想的人生。就让我们一起勇敢前行，用自己的双手去开创更加美好的明天吧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